生命会更闪亮，发现能成就的事超乎想象。换上了新人眼光，才会知道默契可以培养。我们并不一样，却能互相给对方力量。都曾误解失望，也曾怀疑感伤，还是遇见真的心，用爱一起分享。别害怕去梦想 ，Never give up 向前闯。世界上没失败，除非你认输投降。别害怕去梦想，倾听内心的愿望。就算碰到阻挡，也一定会天天都有成长。现在就要出发，未来才能抵达。汗水和眼泪在飞扬，你努力的模样多么漂亮。带着勇气前往，拒绝半途返航。执着是我们的信仰，要用好的倔强，朝远方飞翔。先生，麻烦你前面右转。哦，好。亚维，快上车！快！好了，前面箱子帮我放下来。不行，为了你的安全，我一定要送你回家。司机先生，麻烦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好，没问题。哇，谁家唱歌这么大声啊？阿公，阿公，什么代志啦？阿公，阮老师来啊！老师来啊！老师好。你好。老师坐啊，坐啊。舅舅，你不要忙，我不做，我只是来看一下雅文的房间。哦。阿嬷呢？阿嬷不是生病了吗？阿嬷看完医生回来拿了药，又跟金香团去进香了。我跟她讲不要去，然后她还是去了。那阿嬷不在，舅舅会照顾你吗？怎么可能？我舅舅还要我照顾哎。你还真不错，还可以照顾一个大人。谁叫他是我舅舅？那我们就找时间让他长大。嗯？什么？没什么。可不可以告诉老师，
刚刚那2个女生为什么要追你？他们本来就喜欢找我的麻烦。刚刚在卖耳环的店里面碰到他们就找理由说我这么喜欢买耳环，身上已经带很多钱，要我借他们。他们借钱又不还的，我才不要借他们嘞！而且阿嬷给我零用钱又没有很多。那还做那么多漫画，还买耳环，你以为饿肚子哦？我今天没有买，我只是去看一下而已。明天会上学吧？老师今天可是白白等了你1天呢。你等我？为什么？等着看你的笑容啊！明天你去学校就知道了。阿嬷说我的耳朵长得跟妈妈一模一样。你买了这么多耳环，可是你没有穿耳洞。学校规定不能穿啊。自从妈妈嫁马来西亚之后，就没有再回来了。我对妈妈的印象也只有1副耳环而已。所以，当我想妈妈的时候，我就会照镜子看自己的耳朵，然后就跑去买耳环。因为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也能戴1副耳环，那就像看到妈妈了。我已经忘记我爸爸的样子了。如果我连妈妈的样子都忘记，那不是很可怜？不，你不可怜。我听邱老师说，妈妈还是有不定期寄钱回来，还负担了你的学费、生活费，让你可以念词中。雅文，妈妈没有办法回来看你，一定是有难言之隐。而且，你一直都有阿嬷的关爱，也懂得去关心别人啊。有吗？我有去关心别人？我怎么不知道？有啊！当我问班上同学雅迪是不是该跟妈妈道歉的时候，我第一眼就看到你举手了。那时候我就看到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女侠了。我真没看到是那么幼稚。有妈妈这么疼他，他还不会好好珍惜，真的是很欠教训。老师，你怎么了？玉珍，谢谢。玉珍，你怎么了？我怎么了？你看起来很疲累的样子。没什么，只是我刚在车上一直在想学生的事情，所以都没有睡。回家。哥哥不小心的啊！啊，不会吧？不会，拿出来。拿什么？体温计拿出来啊！39度半，你发烧了还不承认？我看，我先看啦！你们2个，统统回房间睡觉。可是，没什么好可是的，立刻 ，right now， 不要在这里吵妈妈，妈妈需要休息。Cool man。你还闹？头还痛不痛？有一点。我看不止1点吧，温度这么高。
放心啦，这一点感冒不算什么，我休息1个晚上就会好了，真的。你可能是重感冒，明天不准你起床。不行啦，我明天要去找翠芳他们，我还要去教练会拿东西，还有……你给我把病养好了再说。好啦好啦，早就跟你说了，不要让自己太累，你就是不听。好凉，好舒服哦。这感冒不吃药也是不会好的。我明天带你去看医生。樊康人又不见了啊！樊康，老师要走过去了哦，飞上来吧。樊康，你可不可以告诉老师你现在在做什么？看星星啊。哦，那老师陪你一起看好不好？星星小孩掉下来，嘣！什么？星星小孩掉下来，嘣！那是什么意思啊？说你是星星的小孩吗？星星小孩掉下来，嘣！啊，是流星哎，好大好清楚的流星哦！我这几年啊第一次看到哎，樊康，你说对不对？刚刚啊，星星小孩掉下来，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我还是搞不懂哎。你刚刚是在跟我预告流星什么时候会来吗？怎么可能？唉，你不可能预先知道流星的嘛。从前，有一个星星的小孩降落在地球上，他呢有一朵心爱的玫瑰花，他叫做小王子。樊康，你看过小王子的故事，对不对？玉珍老师说，好老师要能够倾听学生心里的声音，并且找出解决的办法。我要怎么才能倾听你心里的声音呢？樊康。哇！啊，今天有流星雨，对不对，樊康？珍惜自己，
善待自己，生活将更美好。明天会上学吧？老师今天可是白白等了你一天呢。你等我？为什么？等着看你的笑容啊！明天你去学校就知道了。妈妈，怎么样？有没有好一点？为了让你好好休息，我带他们2个回去看阿公阿妈。好，谢谢你哦。那你就好好的睡一觉，记得按时吃药哦。还有，如果身体不舒服，马上打电话给我啊。Yes, sir。你们2个准备好了没？早就好了。那走吧。妈妈，你好好休息哦。妈妈保重，拜。谢谢你们哦。走吧。好无聊哦。37度半，烧已经退了嘛，那就没有理由再躺在床上啦。玉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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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哦，手机都忘了带，去哪了？喂，崔芳老师啊，我一定要当面的骂骂你，你也不想想自己发烧到几度啊？你的感冒还没好哎，竟然敢到处乱跑啊！以你的身体状况，可以这样乱来吗？好了好了，东西拿到，赶快回去吧，不然啊，你们家师兄要对你下禁足令了。好吧，那我只好下次再跟你分享词中的事喽。OK， 赶快回去吧。好嘛，我回家就是了。可是爸爸，你待会不可以罚我站哦。拜拜。你必须休息。会，我会休到下个礼拜1。不行，你必须请1个礼拜的假，不然感冒不会好。会啦，我一定会好起来给你看。西北看什么都美的近似语，我们要怎么说呢 ？To a beautiful heart, everything appears beautiful. Everything appears beautiful. Appears， 每一件事情都出现，出现是 appears， 那消失呢 ？disappear，appear 的相反词消失 ，disappear 就是。雅文写卡片给我。老师，感冒了，别忘了要多喝水哦。
这孩子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画这张卡片。我的善意，他感受到了。与许许多多的女孩子一样，在她叛逆的外表下，仍然有一颗纤细敏感的少女心。我知道，风向变了，这是从恶性循环到良性循环的关键时机。我想，我应该替雅文多做一点。老师，我觉得应该要离开原来的环境，才能有新的开始。我考虑了很久，我已经搬到南部了。也许雅文如果换个新的环境，就可以重新开始。重新开始。江宇轩，江宇轩，你们，你一定要看看这个，太有趣了。看看，这是什么啊？这是郑玉正老师借我的，他以前教过学生的联络簿。哇，为什么要看这个？怎么样，很特别吧？原来联络簿还可以这么做啊？嗯，说的也是哎，也没有人规定联络簿应该要怎么做啊。限制啊，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加上的。我在想啊，如果我也这样做的话，应该就不会老是接到那些家长的电话了吧？看样子你是打算抄袭喽？这不叫抄袭，这叫学习。哦，对，你看一下这个。玉珍老师啊，他还要求家长也要回应分析，这样一来，连家长都必须要理性慎重思考问题，就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揣测啊、误解啊，多棒啊！好像很有道理耶。怎么啊，雨璇，一直看那本？振奋，你一定要看这一本，内容好感人哦。我不得不承认，曾玉珍老师果然是一位很特别的老师。哎呦喂啊！你是雅文的老师啊？我就知道你会记得我。老师，你找我们雅文了？今麦是几点嘛？这个时间我们雅文应该是在学校才对啊。他当然在学校，我是来找你的。找我？为什么？我想知道你这2天什么时候会在家。这个我时间上也没办法确定啦。是这样啦，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在家，这样我带东西过来的时候才不会不得其门而入。带东西？你是要带什么东西来啊？我要带一些东西给雅文，但是又不想让他知道，所以必须利用他不在的时候。拜托，请你帮忙啦，也要请你配合。老师，你的意思是要我在家里等你哦？没有，你如果要外出的话，就麻烦你把钥匙交给隔壁的邻居，我再过去跟他们拿，这样我过来就不会耽误你的事情啦。交给隔壁哦？好，也好了，好，可以了。太好了，那就这样，谢谢你喽。哎呦，不客气了。哎呦，老师啊，我刚刚吓一跳，你知道吗？我以为想说你要来做家庭访问，我想我又不是什么雅文的家长，要做访问你要等我阿母回来才对啊。哦，对了。说到阿嬷她什么时候会回来？这个时间上我没办法给你确定啊，因为因为进香团出去等来时间都不一定嘞。
阿嬷很虔诚吼，听说她常去进香。哎呦，是这样的啦，因为我阿母年轻的时候是唱歌仔戏的，她常常跟着他们歌仔戏团到全省各地的庙宇去表演，应该是那个时候养成的习惯啦。我还第一次听到。哎呦，这没什么啦，我阿母长得不漂亮啊，也不可能演什么小旦，每次都是演什么苦旦、老旦。哎呦，唱的也哭了，练的也哭了，听她唱歌会觉得人生没有希望，台上台下哭成一片，真是惨哦。好了不起哦，我下一次一定要来专程拜访阿嬷。那我该走了，谢谢你哦。哎呀，不客气啦，老师。哦，我钥匙要离开的时候，我会交代给邻居。好，谢谢，再见。谢谢。好，老师再见，再见啊。唱歌唱歌。一生呀人为你张老师，感冒好点没？好多了，谢谢。曾老师，我有什么事吗？原来联络部还可以这么做。我不得不承认，曾玉珍老师果然是一位很特别的老师。没事。哦，那我可以请你帮我一个忙吗？什么事？江老师，你相信因果循环吗？我其实并不太。那你相信种下善因能结善果吗？你是说，邱老师班上有个女生，因为家庭环境因素一直不快乐，就好像一株少了阳光的植物。我们过去，把明亮的阳光带进她的生活，让她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你打算怎么做？很简单啊，帮她收拾家里，布置房间。那要不要找邱博文老师一起呢？这种事不需要人多，需要的是细腻的心思跟巧手，还有耐心跟爱心。五郎爹嘛，请问什么事吗？我是隔壁那个廖雅文的英文老师，我来跟你拿他家的钥匙。我相信，从我们踏进去开始，这一切将会随着良性循环而获得改善。这么脏啊！我想，以慈济委员的身份来做这件事，应该算是种下善因吧。为什么不是以老师的身份呢？我来慈中是担任教育志工兼科任英文老师，我并不是雅文的导师，所以我觉得以慈济委员的身份来帮忙改善雅文课业以外的生活会比较恰当。那我呢？我既没有教雅文，也不是慈济委员。你是慈济中学的聘任教师，穿着慈中教师制服，难道不是慈济的老师？可是，身为慈济人，不能让人家觉得你说一套做一套嘛，对不对？别害怕去梦想 ，Never give up 向前闯。世界上没失败，除非你认输投降。别害怕去梦想，倾听内心的愿望。就算碰到阻挡，也一定会天天都有成长。现在就要出发，未来才能抵达。汗水和眼泪在飞扬，你努力的模样多么漂亮。带着勇气前往，拒绝半途返航。执着是我们的信仰，要用好的倔强，朝远方飞翔。永远都快乐成长。累吗？累啊，可是心情很好。均衡化学反应式，老师呢用镁的燃烧来做粒子，它所生成的反应物。好，现在各位同学自习一下。校长。
雅迪，你出来一下。我明天不去阿公那里，不要叫我再去当骗子。我希望你不要做出让自己后悔的决定。阿公！不可能，不可能是阿嬷啊！阿嬷还有好几天才会回来。当你看到这个焕然一新的房间时，相信会有一股暖流从你心底流过去。说你生理痛，老师会找时间去帮你买四物汤给你喝。雅文，快上车，快！当我问班上同学雅迪是不是该跟妈妈道歉的时候，我第一眼就看到你举手了。那时候我就看到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女侠了。老师知道你心里有不平，有仇恨，但是世界上本来就有很多不圆满的人生，也有许多比你更不幸的人。如果你能跳出你的世界，以温和的态度待人，你会发现世界也会开始不一样哦。你的老师曾玉珍。我看你没去餐厅吃晚餐，还以为你生病了嘞。原来你跟曾老师去学生家啊？对啊，累坏我了。你知道那学生家里有多乱？我一回来啊，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你笑什么？我笑是因为这是我最靠近慈济委员的一次，也是我把慈济教联会老师看得最清楚的一天。我竟然看到呢，跟我印象中完全不同的一面呢。什么意思啊？振奋，你知道吗？今天曾老师啊，是以慈济委员的身份去的。他说呢，他是以慈济人的身份，把关心学生呢化为行动。不然你想，一个老师怎么会跑去学生家里打扫，而且还自掏腰包买了这么多东西？所以嘞？所以我真的被感动到啦。如果过去呢，我对慈济人、慈济的老师有这么大的成见，那么今天呢，我看到曾老师以真正的行动，让我彻底的改变想法。我想过去我真的太以偏概全了。我已经肚子饿嘞，好饿哦！我去泡面。张雨璇，所以从今以后你愿意承认自己是慈济的老师不？应该是吧。对了，这件事情啊，你千万要保密，不能让其他学生知道哦，因为这个是曾老师跟雅文之间的秘密。好香哦！我要泡一碗。你有没有听到啊？听到什么？保密。放心啦，我会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绝对不会把你秘密说出去的。赶快吃。
希望你能够喜欢回家。无论如何，家是最安全的地方。而让家更温暖，你也做得到。你要相信自己，一切是可以改变的。你我是转来啊？无哪会生气啦？哪有生气啦？哦，是看较生气。啊，你无讲我无感觉的。啊，免吵，搞歌唱歌。哦，来了。谁叫他是我舅舅？那我们就找时间让他长大。拢在几条？有啦，后壁啊，你点的啦。啊，来水甲你看，先啉嘛，先啉嘛。啊，你是无？阿姑，你们东西吃完，垃圾不要放在桌上哦。还有掉在地板上的垃圾啊，全部都要捡起来。还有啊，小女生不要理她，喝酒。这个垃圾桶，所有垃圾、纸屑、烟蒂都要丢到里面去。你们喝完的啤酒罐、饮料罐，通通都要丢到厨房的回收桶。还有烟灰缸啊、杯子，用完通通都要拿去洗干净。还有泡面要吃完，不要一直制造厨余。还有，你们要走之前要把地板所有垃圾都扫一遍，麦克风、音响都不可以太大声。哎呀，文啊，啊你今仔是暂停药哟？你在搞什么啦？我没有搞什么，我不想再让你把这个家乱搞下去。大家看收收的，出去啉嘛。哦。老师说的对，这一切是可以改变的。I don't know the boy who is sitting next to Cindy. I don't know the boy who is sitting next to Cindy. The person who I talk to is my English teacher. The person who I talk to is my English teacher. OK， 把课本盖起来，来开始。I don't know the boy who is sitting next to Cindy. 再一遍。I don't know the boy who is sitting next to Cindy. The person who I talk to is my English teacher. 雅迪，雅迪啊，雅迪。老师，谢谢你们，还特别跑一趟过来。应该的。雅迪爸爸。我想你不要叫他，他应该睡了。不好意思哦，老师。没关系。我想，雅迪现在需要一段时间静静的沉淀。他跟阿公的感情不是很好吗？说谎就是说谎，哪有分什么善意不善意的？你还想继续骗阿公？我可不要参加！如果你逼我再去，我就把所有事情都抖出来，不止我从澳洲回来的事。最终你去澳洲读书，阿公逐天拢伫笑脸你，即嘛是寒人，这个亲爱家人宝。公祭那天，我们会到会场向雅迪阿公致意。谢谢，谢谢老师。不要客气，两位也早点休息，你们应该都累了。慢走。再见。再见。我想，要让雅迪接受现实，接受自己，应该要让他先重新接纳自己的父母亲。可是要怎么做呢？
雅迪本来对他父母就很不谅解，加上现在他阿公又过世，恐怕要打开他的心结啊，就更难了。就是因为这样，才更要及早打开这个结，才不会让他们亲子关系继续恶化下去。曾老师，你有办法啦？我一直在想，怎么样把近似语教学更活泼化、生活化，甚至让家长都能够一起参与，所以才提出了这个构想，邀请家长到各个班级去分享各行各业的甘苦。家长在分享的时候，就由自己的孩子负责拍照以及记录。学期结束之后，每个班级都可以出一本行行出状元的纪念册，给学生还有家长留作纪念。我是觉得这个方法比你直接告诉孩子你要孝顺体谅父母来得有效得多。虽然我只是个教育志工，但我觉得这个构想是符合慈济人文精神的，所以希望大家，尤其是人文系这边可以认同。日按三穴啊，保健长寿。第一个穴位呢叫做合谷穴，就在拇指呢跟食指关节的交合处这边。那第二个穴呢是内关穴哈，在我们的手掌腕关节哈这边3个手指宽的地方，有吗？有找到吗？对。同学呢，如果想减重的话，不妨试试看，多按这个地方会有效果哦。来，现在我们介绍第3个穴位哈，大家注意了哈。来。哦，爸，你有香港脚很臭哎，干嘛脱鞋子？没关系的，没伤。来，注意看了哈，我们第3个穴位呢是在我们这个外膝眼哈，4根手指宽的这个地方，按下去很酸哈，这个地方，按这个地方呢是有助于的。各位同学，什么季节啊，吃什么样的水果，还有你们要怎么挑选水果，问我最清楚了。我这个儿子从小吃水果长大，所以啊，他的皮肤啊比女孩子还要好。我太太也是哦。嘿嘿嘿。现在有没有人要上来挑水果？等一下我再告诉你们挑的对不对。哎，要轻一点啊，水果很容易受伤的哦，受伤的水果卖不出去嘞。老师，你来挑几个啊？我不太会耶。没有关系啦，来，老师啊，挑水果比挑先生容易多了。对啊，对。这个不错啊，你看看，对不对？拿起来看哦，哎，小心一点。1、2、3、4，蹲一下，2、2、3、4，再蹲一下，1、2、3、4，随时随地哈做这个甩手功哈，对我们的气血循环很好。1、2、3、4，各位同学，这是焦老师选的水果，大家来吃看看，看好不好吃？来，快点上来了。来，一人拿一个啊，试试看看啊。怎么样？怎么样？老师不甜呢，没有水分啊。老师你不要生气，其实是我故意啊放一些刺激的水果进来，但是呢外观呢都差不多，这样才能辨别，才不会受骗。好，你们一边吃我一边说明怎么样去挑好吃的水果。老师啊，你要注意听啊。对啊，跟你的未来的幸福有关哦。哎，没礼貌。好，所有水果的选择啊都有诀窍，像这一颗蜜世界，它的纹路都很明显，都没有断线。这样的一个水果，我们是可以选择。比方来讲，其实啊，商品的摆设啊，也是有它的道理哦。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泡面的旁边摆的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泡面旁边啊，摆的就是罐头，就是要让买泡面的人呐，顺便买一瓶回去陪啦。像那个包装很可爱的小包装的糖果啊，通常我们放在最下面2层，你们知道为什么啊？我知道。让小孩子很容易看到啊，还有啊，像那个小。老师希望你不只是画海报而已，就请阿嬷来啊。我阿嬷？唔好啦，会风笑啦。袂啦。看你想要讲话，还是唱歌戏，拢会用的啊。唱歌戏，心命若是会当答应，互我用我的性命来换阮阿文一生的幸福，安尼我嘛甘愿啦。幸福只有一种，
不幸却是五花八门。可是我们做老师的，就是有责任，努力的去发现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故事。亚迪，我来。我说我来。凡康爸爸，我可不可以多了解一下凡康他在家里的情形？老实说，凡康几乎都是由我母亲带大的，因为我跟他妈很早就分开了。不管怎么说，我妈还是离开我了，我讨厌她，我恨她。啊！我是蝙蝠侠。凡康，你在做什么？我想要飞。只是这一次怎么觉得好困难？明明本来就决定在词中只待1年的，所以你觉得上人说这些话是希望你继续留下来？